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来讲讲手有金三奇，富贵无敌的发大财手相。一，掌中有三奇。所谓的三奇，就是指手掌上的巽离坤这三个部位隆起饱满，则代表的是聚财相。个人的手里抓财的本事强，有自己理想的处事方法，命中多显贵，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够顺顺利利，得到贵人的帮助与提拔。而且这样的人，尤其是在经商方面的成就会非常的高，个个都是福气相，一辈子都不会缺钱花。二，掌色红润，巽宫高凸，财运纹明显，明堂低洼，财运稳定，钱财不断。手掌指配合，龙虎相配，指爪有收表示做事有分寸，四指无漏表示处事紧密，一丝不苟，贤妻良母。食指与无名指几乎等长，小指袖长，一生事业有成，钱财不断。三，男士手相不错，会有大前途。首先，你的手掌厚实而有力，三线伸长，根基深厚，手上事业线分别与智慧线和感情线相交，形成明显清晰的 M 字纹，说明你有做大事业的运势和基础，越老越有本事，财运越大。事业线与生命线和智慧线构成三角纹，财运加强，富贵有望。四，女人的感情线上瞧，也是婚姻很不错的情况。这位女士生命力旺盛，运势跟积极佳，婚后必然衣食无忧，夫妻感情深厚，并且孩子聪明听话，生活会很幸福。第二，注意手相中极少见的富贵纹，同时出现这三种注定一生富贵。看手识名，手上的珍稀花纹和39同时丰富。人生总是跌宕起伏，痛苦快乐，人生的运气有时难以捉摸，人的命运也很难把握。怎么知道有没有财富、婚姻状况或财富，这些也可以手工挑选。从你的手掌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否属于上流社会。手掌上罕见的图案也很罕见，如果这三个特征同时出现，那就有9个财富，你有吗？在一个人的掌纹中，许多特征对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除了3条主线之外，细分还有很多其他的特点，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出现在你手掌上的线条可能会有重要的含义，它可能给你一些有用的信息，也可能增加你的财富，或者它可能是你身体的一个重要变化，导致你手掌的变化。透过这些线条可以看到1、2个在你的手掌中有一些能带来财富的手部特征。这3个是最好是合2为1。掌心的太阳线也是一条著名的成功线，代表地位、名望、成功和财富。只要太阳线的方向是在无名指的方向上，无论起点在哪里，都是本相的特征。这条线也很长，这些人也非常关心自己的地位和声誉，地位和金钱通常是有联系的，所以这样的人财富是相当不错的。现实生活的模式出现在掌心，不可移动的模式是一条连接太阳能线和商业线的水平线。有这种特点的人通常都有房地产。水平线出现在底部下方，说明时间会更早，这些一般都是祖先的庇护所，很有可能祖先留下的一些宝藏突然成了家。还有做生意的时间，前期很可能得到长辈家或贵族的帮助，事业也会顺利，财富自然是极好的。在你的掌心有一个方形庭院，这是一个规律的天空线和人的线，以及事业线和成功线模式。这样的人是感性和理性的，两者的状态都是完美的。像他们这样的人被公平公正地评价，像他们这样的人非常可靠，是个好搭档。然而，这种模式仍有一些缺陷。情绪线较低，接近智慧线，正方形会显得狭窄。心胸狭窄的人会有情绪上的压抑，气量变小，容易与伴侣吵架，失恋的机会会增加。第三，50岁之后发财的手相都有哪些特点？一、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至手腕横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有这种手相的人，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但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富贵会初露头角，晚年财运大增，地位节节高升，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象。二、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玉柱纹路是从上到下贯穿整个手掌的纹路。一般人能够拥有1条玉柱纹路就相当不错，而能够同时拥有2条，即1条可以直通中指，1条直通食指，那么这样的人就会拥有晚年的福报，也就是说在50岁之后，他们的财运会越来越好。这部分人大器晚成，主要是年轻的时候，他们往往生活没有目标，做事总是不知所云，有些任性随意，因此大都一事无成，或者表现得庸庸碌碌。但是到了50岁，作为财运的分界线，
这部分人似乎在思维意识上被打通了任督二脉，财富思维忽然间被提升，可以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财运就会越来越多的向他们倾斜，最终晚年福禄大增，成为人上人。3. 拇指、无名指上有痘。痘和簸箕是手指头的一种纹路表现，痘就是像年轮一样，可以呈现数圈闭合圆形的纹路。如果有一只手在拇指和无名指上都有痘的人，那么他们50岁之后可以获得财富的几率很大。而2只手都呈现这种手指头纹路，那么50岁之后功成名就的几率几乎是100%。这部分人他们的思维意识有一个慢慢提升的过程，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花期比较长。有些人年少得志就是早早的开花结果，让人看到他们的能力。而拇指和无名指有痘的人，则是需要时间慢慢的给他们增加阅历和经验，等待一定的时机，厚积薄发，最终在中年之后开始走向人生的巅峰。财富运势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水涨船高，属于能力和智慧都爆发较晚的一类人。4. 小拇指上有指纹1或2条。中年财源滚滚的人手相上第一个特征，就是在小拇指上出现1条或2条指纹。小拇指有1到2条指纹到达第一指节的人，我们称之为运约纹。有这种手相的人，越老越贵气，子女有成，不需要自己担心，晚年子贤孙贤，儿孙绕膝，富贵又安康。但是小拇指的指纹超过2条，也就是乡里中常说的侧纹，虽然这样的人聪明，事业上有成就，但一生比较劳碌，到了晚年也闲不下来，属于赚辛苦钱，有好也有坏，建议晚年要劳逸结合，多多保重身体。5. 事业线由浅变深。也就是在线纹的起始点表现的极为浅薄，但是随着线纹的延伸，深度也是不断增加。这样的一种事业线体现出了个人在工作方面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获得更为出色的工作经验以及能力。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候容易因为性格和能力的不足而出现挫折，导致自己财运极为低迷。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人脉关系以及个人的能力都会不断提升，从而让自己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成功，获得出色的财运。5. 事业线的起始点和智慧线相连。这种手相的智慧线与事业线有着同一个起点，也体现出了其人在工作方面大器晚成的特点。一般来说，这一越老越有钱的手相，代表着个人在35岁之后才能够拥有稳定的事业运势，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即便在年轻时候遭遇了一些困难，也不要气馁，只要保持成熟稳重的心态，就能够不断前行。6. 事业线和感情线相连并朝中指延伸。当事业线穿过感情线并且和感情线的起始点相连的话，说明其人的事业运势发展前景的好坏与个人的感情有着一定的关系，特别是事业线又朝着中指根部延伸，更是说明了他们在感情没有稳定下来之前是很难有着出色的工作成就。这样的一类人容易因为情感而出现变故，无法让自己获得稳定的工作生活。只有情感确定或者是顺利结婚之后，他们才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一般来说，这一手相也体现出了其人容易遇到一位有着旺夫或者是旺妻运势的另一半。8. 拇指上存在痘纹。大拇指上有着漩涡一般的指纹，代表着他们少年时期运势出色，但如果其他手指上都是簸箕纹路的话，则说明他们最终能够成功是因为年龄的增加。9. 手中多钱财纹的人。其实手中多钱财纹的人手中的财富有很多，经过自己的努力真的能成为有钱人。其实这样的人赚钱渠道特别多，在各个方面都能让自己拥有很多钱财，日后的生活不需要为了金钱的事情感到烦恼，给家人带来很多财富，能成为家人的骄傲。遇到这样的人肯定要好好珍惜，因为他们不仅能给你带来很多财富，也能给你事业方面提供帮助，让你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愿意照顾你。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每个人都想有好的财运，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从命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能不能发财和其财运有关。什么样的人财运好呢？其实我们通过手相就能看出一个人的财运好坏。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几种财运好的手相特征。有这些手相特征的人能拥有好的财运。一起来看。1. 手掌掌纹呈 M 形，事业线自手腕处开端向上延伸，一向穿过财质线抵达豪情线，与手掌上别的掌纹构成一个斜的 M 形。有此手相特征的人一般有很强的事业心，具有远大的方针，
会为了自个儿的抱负而竭力支付，不达意图绝不扔掉，因而这类人一般不到40岁就能够功成名就，功利双收。假定具有这种手相的人感触自己不算成功的话，表明本身还不够竭力，或是竭力的方向不对，只需调整一下心态，或许是事业的方向，改日必定能跃升到财主的部队。2. 财气线长而粗直。财气线又叫水星线，是处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是衡量一个人财气好坏的首要标志。财气线生得长而粗直的人一般有着较好的财气，具有这种手相的人很会招财，可以运用资金获利，并且是愈动愈旺。别的，由于水星丘掌管的是金钱，而太阳丘掌管的是分缘、名声及好运。当财气线呈如今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时，其人一般能够靠股市或不动产等生意赚大钱。3. 手相清晰而不杂乱。手相中的线比较清晰，这类人理财思路明确，在求财方面也比较有自己的一套理财方法。手相杂乱的人容易乱花钱，在钱财方面不容易有计划，所以手相清晰而不杂乱的人，凭借自己在理财眼光和清晰的赚钱思路，会逐步富有。4. 掌丘隆起而不塌陷。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些肉丘，这些丘起伏有形，错落有致，他们在财运上不盲目花钱，该开支时开支，不该开支时能收住自己的手，属于理财有方、持财有道的人。这类人有经济头脑，财运也会通顺，属于理财有方的手相。5. 金钱纹条数多。在无名指和小拇指之间下方有一条条细微的纹理，咱们称之为金钱纹。每个人的金钱纹条数都是不一样的，假定这个部位的金钱纹越多，阐明你的财气越旺，日子越殷实。男子这儿越长，发财的概率就越大。6. 手上有星纹，在小指下方的水星丘处出现星纹，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横财可得；二是代表你的子女的财运也会不错，可享子女之福。如果在太阳丘或木星丘出现星纹，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心想事成。太阳丘的星纹若连接了婚姻线，将可因婚姻而攀龙附凤，飞上枝头做凤凰；若是连接了太阳线，则可能因为创作或艺术才华而声名大噪。只是这种幸运星纹出现后，有时会消失，你能否把握住，要看事前的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7. 钱财纹多的人。钱财纹又名理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有很多细细的斜线。如果一个人的手中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财旺钱多，一生有花不完的钱，生活上大富大贵。8. 手掌中多财库。若手中多财库的人，则易大富大贵。从相术学的角度分析，一般来说，手中的线若是互相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是三角形者，还有就是手中有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皆为财库，表示着财富。无论男女，他们在钱财的运气都比较不错，是招财的手相。9. 水星丘红润隆起。水星丘位于小指下方，代表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商业头脑。如果水星丘红润且有隆起的话，其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而且金钱运也相当好。此外，本身交际手腕一级棒，应变能力也很强，所以从事商业经济之类的工作可以获得惊人的财富。10. 田宅宫饱满。在手相中，田宅宫是指大拇指下端对应的部位，西方手相学称其为金星丘，从八卦类象来说，又为艮宫。这个部位通常来说代表祖业、房子、田产、物业等等。如果田宅宫长得非常饱满，有肉、肥厚、凸起，甚至突出一块肉，一般被视为财富巨大的标志，代表其人的家庭运好。
容易早置业，住大房子。11. 太阳线清晰伸长。太阳线又叫成功线，也就是位于无名指根部并一直往下伸的那条纵向延伸的线。这条线通常也影响着财富的大或小，能不能拥有非常巨大的财富，很多时候它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假如太阳线升得清晰伸长的话，代表其人非常幸运，常常有贵人相助，不用付出太多努力即可拥有很多财富。如果太阳线能一直延伸到智慧线以下，到达月球或生命线的话，则表示其人有成为富翁的可能。12. 财运线比较粗且明朗清晰，在无名指下方直冲无名指的竖线为财运线。若财运线升得比较粗且明朗清晰，说明你很具商人的天赋，非常擅长运用资金获利，而且愈动愈旺，财运方面的运势非常强劲。如果是从商求财，必定是财如流水，连绵不断。此外，有此文者也说明你很善于理财，通常能够靠股票或不动产等生意赚大钱。13. 太阳丘隆起的人。太阳丘位于无名指的根部，代表财富。如果手掌当中太阳丘是隆起来的，说明此人具有赚钱的才能，工作中往往奖金比较多，也比较容易得到意外发财的机会，不会为了钱财所累。男的财运好，女的容易嫁贵夫，属于大富大贵的首相之一。14. 财运线伸直的人。如果一个人的手中小指根部下面如果有竖线，为财运线，这是金钱运好的重要标志。如果手中的财运线比较深且直有力，甚至有的人是很多条伸直的财运线，那就代表财运好。15. 中指比食指长一截。一般人的中指都会比别的4根指头要长，可是中指比食指长一截的人并不多。有这么手相的人会具有比较强健的权势欲和财富欲，他们事业上比较有冲劲，待人接物得当，不会由于一件小事而影响全局，有自己的准则和精准的定位，不会在职场上迷失自我，发财的概率大，终将会高人一等，过上大富大贵的日子。16. 手掌厚实而不僵硬。手掌厚实的人代表着财富厚实，他们在财运方面的运势也比较好。这样的人天生会理财，总能把钱用在刀刃上，他们很有投资眼光，不用费多大的财力就能使自己变得富有起来，属于理财有方的手相。17. 成功线深且长。成功线不只有一条，有的人会有2条、3条，或许更多。成功线深远的人，事业上有多方面的成就，对日子有较高的寻求，会不断地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具有这条成功线的人，在事业和家庭上总能找到平衡点，归于大富大贵之相。没有这种手相的人，也不代表没有财富，只是说在事业上会不断变换，能否成功要看悉数手掌的全体运势。18. 太阳丘拱起。太阳丘坐落无名指的结尾，标志着财富。假定太阳丘拱起，在往常日子中发财的时机有很多，作业上也会得到领导欣赏，升职加薪，具有很强的挣钱才干。这类人多富有，不会由于金钱而奔走忧愁。女人假定有这么样的手相，或许是嫁给有钱人，男的则财气上佳。19. 手掌厚重。手掌厚重的人比较聪明，有发财的期望，他们对事业和日子卯足了干劲，深信经过自己不懈的坚持和努力会取得成功，再加上家庭环境不错，财气事业根底都比较好，很容易就遇到发财的时机，只需学会捉住时机就能发大财。20. 手掌软绵而不干枯。好的手掌一般比较软绵，软绵的手掌在理财上比较有智慧，能够以极少的资本逐步获取丰厚的利润。他们往往很具有超强的经济头脑，在财运上比较好，经济上逐步变得富有，属于理财有方的手相。21. 水星丘光润而拱起。水星丘坐落小指的根部，掌管一个人的财气、外交与商业脑筋。
水星丘生得光润且向上拱起的人，不止在商业方面具有绝佳的才干，并且财气也相当的好，简略遇到极好的挣钱时机，只要竭力肯支付，便能赚得大笔财富。此外，其人本身的外交手腕也很棒，应变才干很强，从事商业运营之类的工作更容易成功，然后取得丰盛盈利。22. 财帛宫突起，手相学中将食指根部的部位称为财帛宫，西方手相学称其为木星丘，从八卦类相学来说，又为巽宫。看一个人财富的多少，主要看此部位。假如财帛宫生得凸起、饱满、多肉、红润的话，表示其人的财运一定很旺，而且其人很有经商头脑，会寻找各种赚钱的机会，并因此而获取巨大的财富。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